陆太太当婆婆的都不敢对海玲怎么样，他们只是陆家的亲戚，又不是吃饱撑着了没事做，不会像周红英那样挑拨是非的。更何况海玲背后还有战家和商家撑腰，海童有多在乎她唯一的姐姐，管城的人是清楚的。谁敢动海玲，海童能跟他们拼命。海童要拼命，战少能什么都不做，能饶了他们？我也不是以前的海玲，不会被欺负的。现在回想一下，我都不知道当初自己咋那么笨。当了家庭主妇，全职带娃，天天围着老公孩子打转，还得不了好。还有自己的身材，没有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吃成了个大肥婆。她当时是想着婚都结了，儿子也有了，胖点没有关系，也不打扮自己了。离婚后她醒悟过来，女人呀，特别是婚后的女人，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你指望谁爱惜你？还好都过去了，东明不说过去的事了，我们往前看，以后过好咱们的小日子就行。好，陆东明也不想他老想起过去。周红英站在阳台上看着，依稀能看到海玲和陆东明远去的背影，是陆东明坐着轮椅，容易辨认。她丈夫走出来，站在她的身边看着，低声问道：海玲没有上楼？她怎么可能会上楼？周红英说道：她都嫁给了那个残废的，总要避嫌的。陆东明有的是钱，虽说是个残废的，海玲嫁给他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她咋这么命好呢？二婚居然还能嫁入豪门。她丈夫说道：海玲那是沾了海童的福，若不是海童嫁入豪门，她也不会认识姓陆的，就不会有机会嫁入豪门。姓陆的只是残了双腿，应该不会影响她当男人吧？海玲嫁给他就是当少奶奶的，她不嫁就是个傻子。不过我听说海玲姐妹俩还是江城凤家的后人，他们那个早死的妈是凤家家主的女儿呢。周红英叹着气，咱们家错过了多少次发财的机会，只要一想起来，我就后悔的肠子都变青。早知道海玲原来是有钱人家的后代，早知道海童会嫁入豪门，我绝对会劝着红林，不会让红林和海玲离婚的，也会让红林和叶佳妮断了的。咱们家错过了发大财的机会啊！都不知道多少人笑话他们周家没有福气，也是没有福气。那么大的财神爷，他们都错过了。红林带着洋洋回来了，听到开门声音，周红英立即从阳台上走回厅里。周红林开门，带着儿子一进屋，周红英就以夸张的动作扑过来，一把搂抱过洋洋，嘴里说道：洋洋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姑姑想死你了，你想姑姑吗？知道你今天会回来，姑姑和你姑爷带着你的哥哥姐姐们过来，等着你回来。洋洋很讨厌周红英这个姑姑，就是姑姑最喜欢说妈妈和陆叔叔的坏话。洋洋用力地挣脱周红英，扭身就回到了爸爸的身边。知道姐姐什么德行，加上姐弟俩刚才吵了一架，周红林抱起了儿子，淡冷地说着：姐姐，你别吓着洋洋。周父周母也走过来，周父把女儿挤到一边去，说着：女儿，你闪到一边去，别吓着了洋洋。面对洋洋时，周父周母那是满脸堆着笑。夫妻俩抢着要抱洋洋，洋洋选择了跟爷爷。奶奶和姑姑一样的，爷爷要好很多。周父抱着孙子走到沙发上坐下来，小宝也坐在沙发上，他正在吃放在桌上的零食。这些零食是周红林买回来，等儿子回家可以吃的。小宝看到洋洋，不是和洋洋打招呼，更没有兄弟情深的抱一抱洋洋，而是快速地端起了放着很多零食的盘子，对洋洋说道：这些都是我的。洋洋皱眉，小宝哥哥还是那样霸道，又像个饿死鬼似的。来了，他家里不是霸占他的玩具，就是抢吃的。哦，这是爸爸的家，不能算是他的家，他和妈妈住的房子才是他的家。小宝，周红英呵斥着儿子，那是你舅舅给洋洋买的零食，你放下盘子，和洋洋一起吃。你是当哥哥的，要懂得爱护弟弟。
他平时教着儿子要和洋洋搞好关系，儿子都当耳边风，听不进去。洋洋可不是以前的洋洋了，人家现在是陆四少的继子，妈妈有钱了，小姨也很有钱，洋洋已经被人称为洋洋少爷，是个小少爷啦。若是小宝和洋洋搞好关系，培养出深厚的兄弟情，等到洋洋长大成人，接过了陆东明和海玲的家业，从手指缝里露一点点出来给小宝，都够小宝吃香喝辣的了。周红英走过来，抢过了儿子抱着的零食盘子，放到了茶几上，堆着笑脸对洋洋说道：“洋洋，吃东西，这都是你爸爸去买的。”说着，他还抓了一把递给洋洋。洋洋不接，说道：“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零食，他最不缺的就是吃的。什么好吃的，他没有吃过，才不稀罕和小宝哥哥抢吃的呢。妈妈，我要吃。”小宝伸手要拿，被他妈一巴掌拍开了手。周红英瞪着小儿子，这小子怎么教都教不会的，说要好好的哄着洋洋，对洋洋好，哪怕是演戏都要演得逼真点。出门前，小宝也答应的好好。怎么洋洋回来了，这小子还是老样子。周红英气死了，也愁死了。刚才和弟弟吵架，就是因为让小宝和洋洋培养兄弟情的事。弟弟指责他是想占洋洋的便宜，利用洋洋，指责他自私自利，永远都只想着他的小家庭，回娘家占便宜。他现在都过得那么惨了，没有了高薪的工作，妻离子散的，姐姐也不知道心疼他，还是像以前那样千方百计的占便宜。是他的错，他养大了姐姐的胃口，纵容着姐姐，让姐姐养成了占娘家便宜的习惯。小宝被妈妈瞪着了，记起出门前妈妈的叮嘱，他只得暂时老实，然后看着外公外婆还有舅舅，就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围着洋洋打转，嘘寒问暖的。小宝心里嫉妒得很，要不是怕妈妈回家会揍他，小宝都想冲过去和洋洋打一架了。等到大人们都去做事后，他再和洋洋算账。不就是回来住2天吗？搞得像太子还朝似的。洋洋，你没有给你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带点年货回来吗？姑姑挺想吃海鲜的，你妈妈知道姑姑爱吃海鲜，也不给你准备一大袋的海鲜带回来。周红英打开了洋洋的小行李箱，翻看了一下，除了洋洋的衣服，就只有几样玩具。她又要去打开那3个礼品盒来看，被周红林拍开了手。这是洋洋给我和爸妈的营养品。周红林说着，赶紧把那3个礼品盒拿回自己的房间。她这个姐姐像贼一样，东西不锁在她的房间，很容易就被姐姐拿走。是什么营养品也不给我看看。既然是洋洋孝敬爸妈的，爸妈的那一份你怎么也拿走？周红英嚷嚷着，倒是不敢跟着去看，更不敢去抢回来。弟弟对她早就没有了以前的包容心，她还是要回娘家的，不能真跟弟弟闹得老死不相往来。周红林懒得搭理她，拿着东西进了房间，砰地关上了房门。周父周母都不出声。眼见营养品无望了，周红英又坐到洋洋的身边去，想再次抱着洋洋。洋洋不喜欢她抱，往爷爷怀里缩了缩，嘴上说道：“爷爷，我不要姑姑抱我。”周父瞪着女儿，周红英悻悻地缩回了手。洋洋，姑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你不要姑姑抱，你小时候，姑姑可是很喜欢你的，经常抱你。姑姑，我不是3岁的小孩子了。洋洋在爷爷的怀里驳着周红英，骗不了我。姑姑不骗你。洋洋，你怎么只给爷爷奶奶买东西，不给姑姑买东西？这都要过年了，你也不孝敬一点年礼给姑姑。姑姑就想要海鲜大礼包，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妈妈，让你妈妈准备几个海鲜大礼包送过来，你再送给姑姑当年礼好不好？洋洋还没有说话，周父就黑着脸呵斥着女儿：“周红英，你要点脸不？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要脸的货？洋洋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当姑姑的都没有给洋洋准备新年礼物。
你好意思让洋洋给你准备年礼了？你当女儿的又给我和你妈准备了什么年礼？洋洋的妈妈有钱，那是人家海玲有本事哦。人家妈有钱了，就要给你这个钱大姑姐准备年礼。你算哪根葱哪根蒜？以前海玲对你那么好，你想吃什么，只要你来了，都给你买，做给你吃。虽说那钱是红林赚的，若是海玲不乐意，红林能怎么做？海玲就不该对你那么好，让你吃惯了嘴，总想着占人家的便宜。海玲又不欠你的。别说海玲和红林离了婚，就算他们还是夫妻，你空着手回娘家，好意思从娘家扒拉那么多东西走？说说你每次回娘家走的时候，可曾空过手？你弟弟家里的一卷纸，你都恨不得扒拉回你的家里去。你把娘家当成什么了？你就是个贼，只知道偷娘家的贼。也怪我和你妈过去总是帮着你，还被你挑唆着不帮海玲，还怪海玲做得不够好，连带的对我们的亲孙子都不够好，让你自以为是，总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欠着你似的。周父把周红英臭骂了一顿，骂得周红英眼睛都红了，眼泪直掉，想反驳父亲又无从反驳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回娘家，除非是红林给你的，你才能带走，若是他不给你，你休得再从这个家拿走任何东西。这是红林的家，以后这个家是红林当家做主，我和你妈都是靠着红林养老的，你也别再想着从你妈那里坑钱。上次吃火锅的事我们都知道的，有你这样当女儿的吗？你已经为人母了，你也有女儿，如果你的女儿以后也这样坑你，你怎么想？周红英会有报应的，知道不？咱们家就是现世报，你都是经历过来的，咋就不知道悔改呢？红林和海玲离了婚，他再娶，本来他和叶佳妮生活的也好好的，是你羡慕海童嫁入豪门，拉了海玲一把。海玲有钱了，你又挑唆你妈和你一起为难，针对叶佳妮。叶佳妮最后会走上犯罪道路，有你的一份功劳。你就是个搞屎棍，以后回娘家再敢挑拨离间，挑唆你妈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，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以后都不许你登门。你夫妻俩好手好脚的，自己的小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，存款没有1000万也有好几百万了。看看你弟弟现在过着什么日子，你还想着占你弟弟的便宜，你良心就不会痛的吗？红林混得好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对你这个姐姐的？你又是怎么对他那个弟弟的？红林就是太在乎你这个姐姐，成了个伏解魔，才会毁了他自己的小家庭。你的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，红林都还帮着你这个姐姐，现在你日子还是过得安安稳稳的，却不见你帮过你弟弟一回。就是洋洋才丁点大，你都想着利用他。他是好命，有福气，有个争气的妈妈，有个嫁豪门的小姨，你有本事的就自己去创业，像海玲一样努力赚钱，让你的儿女成为富二代了。占洋洋的便宜算什么本事？洋洋，以后你不要听你姑姑的话，她是不安好心的，你只需要听你妈妈和你小姨的话就行，就是你爸爸和你奶奶说的话。若是你觉得不好的，你也不用管。周父是憋得很了，自从儿子和海玲离婚后，周父就渐渐意识到是女儿这个搞屎棍在搞风搞雨，只是自己也有错，又是亲生的女儿，他就一直憋着。没想到周红英越来越过分，竟然还将主意打到洋洋的身上，这是周父不能忍的。周家如今这样，儿子他是不再指望的，就指望着洋洋以后能成才，他周家也能沾沾光。他是绝对不能让女儿毁了洋洋的，也不会让女儿趴在洋洋身上吸血。他怎么就生了周红英这么一个无耻不要脸的女儿？周红英抽泣着，海玲有海童帮衬着，又有一个那么有钱的大姨，她还是有钱人家的后代，我就是拍马都追不上她。我不也是为了我的儿女，想给我的儿女多攒点钱，我有错了吗？海玲的钱来得太容易，她现在又嫁入了豪门，
我从他那里得不到好处，从洋洋这里捞点好处怎么就不行了？洋洋是小，可他比我这个40岁的人还有钱，他都成了富二代了，被我这个亲姑姑吸一点血怎么了？不过是让他妈妈送我几箱海鲜大礼物，爸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海玲不过是你的前儿媳妇，她现在再有钱也不是我们周家的，洋洋却是我们周家的子孙，从他那里扒拉好处给我们周家怎么了？爸就这样骂我。周红英这种人的思想是不会认为自己错的，反而觉得父亲骂他骂得太过分。周父气得脸色铁青，看到儿子出来后，当即对儿子说道：红林，把你姐姐一家子都赶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他们，特别是你姐姐，以后只要我在家里都不许你姐姐上门。爸，周红英红着眼叫着：老周，你别气，红英就是那样的人，你闭嘴，你再帮着他，就跟着他回去过年，看看你没有钱帮他时，他是怎么对你这个亲妈的。周母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周红英的丈夫没想到会闹成这般，赶紧对妻子说道：红英，是你错了，你快向爸道歉。周红英哭着嚷嚷：我就是想多点钱，让我的儿女也能享福而已，我就错了吗？洋洋都有的，我的儿女却没有，凭什么？周父再也忍不住，放下了洋洋，健步上前，左右开弓，就给了周红英2巴掌，打得周红英眼冒金星。打了他2巴掌还不算，周父强行拉扯着女儿，把她拉到了屋门口，拉开了门，就将女儿推出屋外去，回身又命令着女婿：带上你的孩子回去，在红英没有意识到错误之前，你们一家子都不要再来了。当女婿的赶紧带着3个孩子走了。小宝的哥哥姐姐都是10几岁大的孩子，早就懂事，知道是妈妈的错。他们忽然被赶出去，虽说心里有气，倒是不敢说什么。就是小宝嚷嚷着要在外公外婆家里住下来，要和洋洋一起玩，因为他看到洋洋带来的玩具了，那是他没有的。妈妈都舍不得给他买新玩具，说洋洋有很多玩具，让他讨好洋洋，和洋洋打好关系，就什么都有了。砰！周父重重地关上了屋门，将女儿女婿一家子都隔绝在外面。周母揽住洋洋，帮洋洋捂着耳朵。洋洋拿开了他捂住他耳朵的手，说道：奶奶爷爷说的话我都听了，姑姑说的话我也都听着。他年纪还小，很多道理还不是很懂，不过他还是有辨对错的能力，就是姑姑错了。姑姑不好，妈妈给他准备的礼品是给爷爷奶奶和爸爸的，姑姑就不高兴了，要他打电话给妈妈，让妈妈给姑姑准备年礼。姑姑不好，他才不要给姑姑年礼呢。洋洋，周母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她抱怨丈夫：你说那些话时也不叫红林带洋洋回房里去，让他听着多不好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你现在知道洋洋还是个孩子了，他才多大？你要是怕那些话污了洋洋的耳朵，就该管好女儿，不要让红英再生出非分之想。居然还想扒着海玲吸血，要不是有洋洋，就凭当初战少的手段，他的店能开起来，早就破产，负债累累了。海童还是念在洋洋的份上，对我们才没有下死手的，给我们留条活路。他不知好歹，还想着吸海玲的血，他算什么东西，想让海玲孝敬他？孝敬他以前那样欺负海玲吗？周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周红林去给父亲泡了一壶菊花茶过来，爸，喝杯菊花茶泻火，我姐已经养成了那个性格，是不会再改的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后少让我姐过来，不要让我姐有机会再接触到洋洋。他又抱过儿子，歉意的道：洋洋是爸爸不好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住2天，却让你听了那么多不好的话，见到你姑姑那种极品中的战斗机，以后爸爸尽量不让你姑姑回来，也不会让你姑姑烦你的。你姑姑说什么，你都不用放在心上，
不用在意的。洋洋懂事地搂抱住爸爸的脖子，脆声说道：爸爸，我知道你现在是真心疼我的，我知道的，我不生气。小孩子还真不会因为大人吵架就生气。洋洋的懂事让红林感动不已。不得不说，海玲姐妹俩是把洋洋教得很好。如果当初她强行留下洋洋，跟海玲争夺洋洋的抚养权，让洋洋在周家生活，肯定会毁了洋洋。周红林再一次庆幸自己当初答应了，将洋洋的抚养权交给海玲。海玲就算再婚也会替洋洋考虑，不像她当初再婚可没有替儿子考虑过，她只想着和叶佳妮再生几个孩子，那样洋洋就不是她的独子了。洋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还要我这个爸爸。她还在洋洋面前说了陆东明那么多的坏话，洋洋每次都很生气，但洋洋依旧要他这个爸爸，他反而还不如一个孩子。爸爸，你是我爸爸，一直都是我爸爸。妈妈说的，陆叔叔是我第二个爸爸，我比别人幸运，有2个爸爸疼爱我。不管是你还是陆叔叔，都是真心疼爱我的。妈妈叫我以后长大了，要懂得孝顺爸爸的，说爸爸上班很辛苦，赚钱来养我。妈妈说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？好像是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。洋洋或许不懂妈妈话里的意思，但他记性好，妈妈说过的话，他能够复述出来。爸爸，你上班很辛苦，要好好休息。妈妈给我准备的礼品，爸爸要吃了，不要给我姑姑拿走。周红林拥紧儿子，用力的点头。洋洋给爸爸的礼品，爸爸会吃了，不会给你姑姑拿走的。X 省的 A 市，欧阳家。午饭后，欧阳雅和几个堂妹坐在院子里的凉亭下，看着2个弟弟在玩雪。战远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，很快他步上了凉亭，俊脸上很自然地挂起了温煦的笑容。欧阳家几位小姐都觉得大姐这一次请到的私厨真的是赏心悦目，不仅做菜好吃，人也帅气，那笑容真的温煦如春风。看着他的笑容，身上的冷意都能少了几分。外面飘着的雪，他们都不觉得冷了。其实他们也真的不冷，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很暖和。平时大家都忙，工作的忙着工作，读书的忙着读书，鲜少有时间有这个闲情，姐妹聚在一起聊聊天，说说话的。难得大姐邀请他们几个出来赏赏雪景，他们就来了。看着弟弟们玩得那么开心，一点都不怕冷，让他们也想起了儿时的快乐。大小姐刚泡好的热茶，战远放下了托盘，将刚沏好的一壶茶放到了小炉上，那样不会太快冷，让他的大小姐能够随时都喝上一杯热茶。就是给他们准备的点心都是那种适合热着吃的，他也给他们放在了炉上，随时吃都是热乎乎的，不会冻得僵硬。如果他现在能当得欧阳家的家，他还要命人在这座凉亭装上帘子，替大小姐挡挡寒风呢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对战远说道：刚用完午餐，我们也不饿，不用再准备点心，你回去午休吧，等会儿又得准备今晚的晚餐了。俊少和太太他们都说晚上想吃火锅，大小姐你看如何？大家都可以说想吃什么，不过要不要满足他们，战远会向他的未婚妻请示一下，毕竟他是他的私厨，只听他的吩咐，只满足他的食欲。欧阳雅看向正和堂弟打着雪仗的弟弟，宠溺地道：阿俊想吃火锅，那今晚就吃火锅吧。他又邀请着几个妹妹，晚上都过来一起吃火锅。吃火锅就要人多吃着才香，是战远给准备的汤底，欧阳雅不用担心火锅吃得不香。从战远上班开始，欧阳雅吃到现在都还没有厌倦，反而可以尝试很多她以前都没有尝试过的吃法。例如火锅，以往那些私厨准备的汤底，她总觉得差了点儿，所以她很少吃火锅。是战远，哪怕她也还没有让战远给她准备火锅，却莫名的信任战远，相信战远不会让她失望的。
让她也能吃一顿开开心心的火锅，体会到吃火锅的滋味。好，谢谢姐。老三笑着道谢。他平时也很忙，回家的次数也少，没怎么跟着大姐享福。这好不容易放了年假，他得好好蹭一蹭饭吃。家里人都夸赞大姐这回请的私厨是个真有本事的，又年轻帅气。听说本身就是个事业有成的了，但为了让自己的厨艺更上一层楼，千里迢迢的跑来给大姐当私厨。因为大姐嘴巴挑剔，她菜没做好时，大姐能吃出来，指出她的缺点，她就能调整过来，改正缺点，将每一道菜做得更好。是个真正热爱做菜的人。不说她做菜的本事了，就是对着这么一个帅哥，看着也赏心悦目呀。三小姐觉得就算是不好吃的菜，对着战远，她也能吃出山珍海味的味道来。她是颜控。欧阳雅莞尔，谢姐做什么？又不是姐准备一切，是战远准备的。我是大小姐的厨师，听大小姐的。战远温和地接了一句话，意思是他若是不同意，不邀请。其他几位小姐想吃到他准备的火锅，做梦吧。除了欧阳雅，几位小姐都笑了起来。战远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忠心，忠于大姐。真的完全是以大姐为中心的。欧阳雅看了战远几眼，笑了笑，说道：战远，你去午休吧，我和姐妹们再坐会儿，等那两兄弟玩累了就回屋里去了。战远嗯了一声，恭敬地退出了凉亭，还去和两位小少爷玩闹了几回，才回他的宿舍去。三小姐看着战远远去的背影，对欧阳雅说道：大姐，这个战远太好了，好的让我都要怀疑他是否还有其他企图。你大姐早就将人家的老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了，还摸了2回呢。他是管城的人，跟我们这里10万8千里呢，也确定了他在我们这边没有生意的，之前绝对没有交集。他除了冲着做菜来的，没有其他企图的了。欧阳婷笑着说道。顿了顿，他俏皮地打趣着大姐，若说战远真有其他企图，那也是见过大姐后生出来的企图。他对大姐实在太好了，好到让人不怀疑他爱慕大姐都难。阿婷，欧阳雅瞪着欧阳婷，你这是报复大姐当初老是打趣你吗？因为老二总是夸赞着战远，不止一次说战远好帅，有出息，非常欣赏战远，他就打趣了妹妹几次。没想到现在妹妹反过来打趣他了。战远优秀是优秀，各方面也很好，对他也足够好，可他没有从他那里感受到他对他的爱意，他就是个纯粹的人。反而是她们姐妹忍不住往感情方面扯去，可能是战远表现的实在太好吧，能同时得到他家里长辈以及姐弟们的喜欢，不容易啊。战远的爸妈太会教育孩子了，把战远培养的那么优秀。唐君业、汉言，他2个儿子都是公婆培养成才的。不说他的2个儿子了，就是2房3房的孩子，都是公婆培养的。除了老九，老九受老太太影响较深，因为老爷子已经故去。欧阳婷嘻嘻地笑，大姐，你的好同学给你牵桥搭线的人，是不如战远的，你不要考虑他了。我连答应都没有答应，怎么可能会考虑？我不是拒绝了参加同学聚会吗？欧阳雅轻点一下欧阳婷的额头，你呀就知道打趣大姐。现在放假在家，她没有平时那么严肃，妹妹们偶尔会感开她的玩笑。000，说曹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是傅若彤打过来的。欧阳雅接听了好友的来电。若彤，欧阳，你现在放假了吧？傅若彤在电话里问着。放假了。怎么了？不会是又邀请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吧？我对这个不感兴趣，你不用来游说我了。欧阳雅直接表明了对于同学聚会不感兴趣。她上学时很低调，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千金小姐身份。
后来爷爷病逝，父辈都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挑起家族重担，他还没有毕业都要开始挑起家族重担。同学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欧阳家的大小姐，因为家里姐妹多，弟弟少。在弟弟还没有出生之前，多少人都想着吃绝户，为了能霸占欧阳家的家产，多少人追求她和阿婷，只因他俩是年纪最大的，也是接过重担的姐妹。凡是接近她的男人，欧阳雅都不敢相信，担心他们是为了她的钱而来。而事业有成的男人多是年纪很大的了，也有些家世相当的富二代，但是他们的能力都不如欧阳雅的。欧阳雅是强者，她欣赏的也是强者，那些富二代不及格。傅若彤笑道，知道你的性格，我哪里敢一直勉强你。再说了，同学聚会早就结束，是你那个痴心的爱慕者说看到你身边经常有个帅哥跟着，叫我来打听打听，那个帅哥是不是追求你的爱慕者，你是不是喜欢他了？欧阳雅答道，我身边没有帅哥跟着呀，有都是我的保镖们。他的保镖们不能说很帅，但也不能说丑，不是你的保镖团。他说是个很帅很帅的男人，瞧着是个富家子弟，说那个帅哥的风度，周身散发出来的尊贵气息，一瞧就知道非池中之物的。欧阳雅蹙眉，若彤，你是我的朋友还是他的朋友？你和他只有同学情谊，咱俩可是多年好友，你就为了帮他打听，跑来问我这些事？我身边有谁，与他何干？我从来没有应承过他，不曾给过他机会，他痴心爱恋，与我无关，我是不喜欢他的。他就算等上一辈子，也还是只能等着。我不会因为他等我多年，痴恋多年就感动，然后接受他的。既然你帮他问了这些，也带话回去给他，叫他死了那条心，我不爱他就是不爱。傅若彤知道自己帮着打听帅哥的身份，惹好友不爽了，连连道歉。欧阳，我们才是朋友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替你考虑，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替你想一想，就是觉得他爱慕你那么多年，一直都等着。大家都说他很痴情，我就想着难得有情郎，大家又都是同学，若是能帮一把就帮。我也希望你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傅若彤已经嫁人，婚姻挺幸福的，是真的希望好友也能收获幸福。以后我都不多管闲事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有空出来吃饭不？我请你吃饭，当是向你赔罪，或者我厚着脸皮去你家里蹭顿饭吃。他说要去欧阳家尝尝新厨师做的饭菜，都还没有尝到呢。傅若彤惦记着，更想看看能让好友到现在都还没有厌倦的大厨有多好。听欧阳婷说，那个私厨是真的很帅，经常出现在欧阳雅身边的帅哥，会不会就是那个私厨？傅若彤想到了这个可能性，不过他没有再向欧阳雅求证，怕又惹好友不爽。他是很艰难才和欧阳雅成为好友的，格外珍惜这份友谊。傅若彤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以后都以好友的开心为主，不会再帮着任何人过来打探消息了。欧阳是个大忙人，他过了年才27岁，还不着急婚姻大事，不用好友替他操心的。多少女强人30-40岁都还单着呢。我家里今晚吃火锅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过来凑个热闹了。不过别操着过来替我牵红线的心哈，那样的话我是不请你了。傅若彤笑道，我保证不操那个心了。你过了年才27岁，也不着急，还年轻得很呢。她自己早早就嫁了，欧阳可不像她。欧阳的担子也重，老同学跟他说愿意上门，成为欧阳家的上门女婿，但他的能力怕是帮不到欧阳雅多少忙。给欧阳家当上门女婿，除了能和欧阳雅生个孩子，还真是作用不大。也怪不得欧阳一直都不接受，不喜欢他，他配不上欧阳。这样想了之后，傅若彤又在心里骂自己多管闲事，被人家一番深情的剖白，
就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自作主张要帮忙牵线，差点就害得他和欧阳走远了。结束了通话后，欧阳雅揉了揉眉心，说了句若不是多年的友情了，我会连他都断绝来往。欧阳婷说道，大姐若彤耳根子软，又容易感动，他其实没有恶意的，他若有恶意还想和我做朋友。欧阳婷笑，就是我大姐聪明得很，才不会被小人哄骗了去叫那两小只别玩了，回屋里去，我们在外面吹冷风赏雪景也赏得够久了，都回屋里去吧，钻进被窝睡个午休多舒服呀。还没有放假的时候，个个都说放假了要好好睡一觉，睡上3天3夜，真放假了一个个起的比鸡都早，真的是要上班时他们真的不想早起，包括他，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早起，当可以睡懒觉了，又像打了鸡血似的睡不着，早早就起来了。大家都看向了那两个玩得不亦乐乎的小家伙。老三说道，应该给他们俩布置多一点作业的，看着他们玩得那么开心，我真是羡慕嫉妒恨呀。四小姐笑道，三姐敢给他们俩布置作业，他们能哭给你看，平时他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放寒假在家里，就让他们好好的玩一玩。阿俊才上小学1年级，小学生不用给他们太大的压力，该学习时就学习，该玩时就让他们玩得尽兴。三姐羡慕嫉妒恨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加入的，没必要羡慕弟弟们，咱们挤一挤还能挤出童心来的。众人都笑了，三小姐还真的站起来，对四妹说道，老四走，我们俩也去干一仗，去就去，谁怕谁。四小姐起身跟着出了凉亭。